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今天的视频我们将会说一下现在最火的 ChatGPT。如果你觉得我是蹭热度的话，那我只能说我的确是在蹭热度，但是我保证这视频的内容绝对非常有用，因为我会示范用 ChatGPT 直接做出视频，而且也会让你更清晰的知道 ChatGPT 有什么问题。所以不要就听别人说它到底有多厉害，然后就真的觉得好像 AI 要取代人了，自己要失业了。那么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来为还不知道 ChatGPT 的朋友介绍一下。ChatGPT 是一个人工智能，也就是 AI 的对话软件。这种聊天软件其实很久以前就有了，但是现在 AI 更强，而且有资料库，所以就可以做更多的工作。像是我们可以用 ChatGPT 帮自己做简介，然后用剪映自动生成影片。我们来看看效果如何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hatGPT， 一个由 OpenAI 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。我可以进行对话、回答问题、生成文本等等。我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。我拥有丰富的知识和语言能力，可以以流畅、自然的方式进行对话。我可以回答各种问题，从科学、技术、历史、文化到娱乐、饮食、旅游等等，都可以与我进行对话。此外，我还可以生成文章、故事、诗歌等等，让您在创意写作和娱乐方面得到帮助。我是一个开放平台，任何人都可以利用我的能力进行开发和应用。我可以用于智能客服、自动回答系统、智能助手等等，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进行自定义训练。总之，我是一个强大的语言模型，可以帮助您解决各种问题，并且可以在各种应用中发挥作用。如果您想体验我的能力，请随时与我进行对话。各位可以看到，其实做出来的水平可能跟我做的视频差不多，或是在那之上，不过内容可能就比较不可控，但是效率却快很多，大概比我自己做至少快个20-30倍。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。ChatGPT 是一个网页，网址我会附在下面。首先需要注册以及登录。进去之后，我们可以跟他对话。这边我就叫他自己帮自己写了一份简介，他很快就写完了。之后我们就把它复制粘贴到剪映，剪映的连接我也会附在下方。这个长度的稿子大概也就几分钟就生成完了。剪映也会自己生成字幕和语音，也可以自己调语音的种类。中间需要微调一下，像是它会把 GPT 3个拼在一起念，你让它念成 GPT 就要把它们分开。然后有些影片有问题或是不喜欢的话，就把它替换掉。免费影片的话，在 Pixels 有很多，我也会把链接附在下面。点生成，这样我们就完成刚才的视频了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看起来的确很厉害，所以 Google 马上就发出了红色警报，也就是说影响公司核心业务的危机来了。然后 Google 也马上将自己囤了很久由 Lambda 升级的 Bard 发布出来。你可能会想，它怎么就不早点发布呢？因为你每次 Google 搜寻，它就可以赚到广告费。如果你用这招的话，可是会大大影响它的收入，所以他们不得已才不会拿出来的。不过这发布会做得很仓促，所以出了很多问题，像是手机突然找不到，或是 Bard 的答案有部分并不正确。所以 Google 的股价应声下跌，听起来好像 Google 真的要被打趴了。不过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ChatGPT 的问题，像是我想在美国更换台湾身份证，所以我就问他要怎么做。第一次他直接理解错我的意思，所以我又尝试了一次。他跟我说去找外侨民专区线上申请系统，或是台湾驻外机构，然后办理手续。这可能是错的，因为我去问了洛杉矶台湾办事处，他们跟我说身份证必须要回台湾更新。这问题可能比较刁钻，所以我就换一个简单一点的。我问他听海是谁写的，这应该很简单吧？听海哭的声音。不过他不止错了一次，而且每次回答都可能不一样。听爸爸的话是周杰伦没错。你听爸爸的话。但是专辑名字也错了。伟大的渺小是林俊杰没错。爱的脸上总有微笑。不过上次我问他时答案不一样，但是林俊杰也不是女的，专辑名字也不对。不过你问他比较基础的问题，像是美国有几个总统，或是台湾总统是谁，他倒是没有问题。
不过他也说，他资料库目前只到9月2021年。不过我叫他整理了一下今天台湾的新闻，他竟然跟我说蔡英文还要再选一次。他也有写代码的功能，像是我可以叫他写一个 Arduino 的代码，他可以写出来。不过我没有时间试试看。我们用比较好试的，像是 Excel 的 VBA。我这边有一个 Excel， 有3个工作表，我想要把3个表合并以及加总，所以我让它生成了一个 VBA。我们把代码贴到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里面的模组运行。但是运行失败了，我后来改一个简单一点的，就要求他把整体的资料位移一下，我们把它贴到 VBA， 出来的结果也跟我想的不一样。不过如果本来就会写代码的人，可能这样写比较快，就哪一个改一改就好了。不过像是我们这种不熟悉代码的人就不好使。但像在更单纯一点的，像是我要把3个工作表分成3个不同的档案，这就没有问题。简单来说 ，ChatGPT 的确可以让你省下很多功夫，但是它提供的资料并不一定是正确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尝试模拟真人的聊天软件，基本上像是一个说话很清晰又很快，在学大人说话的小朋友。所以如果要用的话，最好好好检查一下它的内容。查资料的话，我建议还是最好去 Wikipedia， 也就是维基百科。虽然我也不能说 Wikipedia 100%是正确的，但是也很精准了。Wikipedia 的连结我也会附在下面。像我这边又查了堂兄弟和表兄弟定义上的差别，你可以看到他回答的时候有很多问题。所以如果你要说 Google 展示时 Bard 出问题，其实这很正常。市场主要还是因为 Google 对这种发布会准备不周全而感到担忧，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。目前 ChatGPT 还被微软直接应用到 Bing 里面，微软生态环境还是挺强的。不过功能我就不说了，公司的 Microsoft Team 到处都是 bug。这样我们就介绍完了 ChatGPT 啦，这样我们就完成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